拜登管不住纳坦雅胡，现在中东要打仗啦，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带你一块来看。嗨，大家好，我是治愈，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中东情势，真的要打仗了，而且呢，主因是因为美国，你管不住你家养的狗，不是狗，你管不住你好朋友纳坦雅胡。好，那于是呢，大家最近就在讲说，美国跟以色列以前的关系，你会觉得，以色列呢就是个小国，但是他的人很有钱，他人很有钱呢，他就在美国的政坛买通了，不对，他就是在美国的政坛疏通了。交了很多的好朋友，于是呢，美国就挺了以色列，感觉就是一种互惠的关系啊。那当然呢，美国要挺以色列，他就是告诉大家说，我就是站在正义的一方。以色列，他们应该要有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应该也要有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权利。好，那于是乎呢，美国、以色列好朋友，但是这一次呢，你就发现了。你们好朋友，你们可以讲上话吧？怎么会管不了以色列呢？而且以色列曾几何时可以不把老大哥的话当成话当成耳边风不只是假装没听到，他可以反驳他可以奚落他可以回呛就觉得好妙哦。所以呢，中东情势呢，现在看起来就因为美国管不住以色列，很可能会爆发区域大战了。好，那当然呢，事情就要从。应该是以色列，他还没有承认那所谓的传呼机，台湾叫做 BB Call， 然后呢，这个呼叫器还有这样的对讲机。突然间，同一时间的大爆炸，那于是呢，造成了非常大的死伤。当然了，他们说，我针对的是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但是呢，这个背后以色列大家都知道是你，好，你就不要再否认了。然后呢，大家就说，不得了，他要反击。所以呢，接下来你就看到了，在中东的情势升温，就是从那个这个呼叫器的一个集体爆炸所引发的。好，那引发之后呢，你就看到以色列得寸进尺，继续攻击黎巴嫩。他说他要把这个真主党完全给歼灭，所以呢，他就开始不断的空袭，不断的轰炸，造成了数百人的死伤，而且那样的死伤持续在累积当中。那当然，真主党人家说他叫国中之国，那可不是叫假的，一样非常非常的很硬啊。所以呢，你要攻击我，当然要反扑回去，我要报复你。所以你就看到了真主党，当然也是立刻的反击啊，甚至他的反击让大家觉得哇，前所未有。因为呢，真主党它其实是有非常多的飞弹，它有很多的这个炸弹，然后呢，它也是有非常大的兵力。好，那这次呢，它直接就攻击了一个弹道导弹是有指引能力的哦。差点打到这个以色列中部的一个这个经济大城叫特拉维夫，然后大家就觉得很诧异，因为以前呢，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间的军事冲突就仅限于在以色列的北方，黎巴嫩的南方，在那个地方，感觉就是两国交界嘛，所以有一点冲突。但这回呢，黎巴嫩真主党直接我就打了一个飞弹，而且有导引能力的，我打到你以色列中部，这是最远的一次。当然啦，以色列是拦截掉它了，没有真的造成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伤亡，但是呢，已经让以色列也算是吓出了一身冷汗，于是呢又更生气了，所以更生气说，我一定要歼灭真主党哇！好，现在看起来要打起来了。好，那当然呢，中东情势升高啊，那当然国际社会是不可能坐视不管，于是你就看到了这个正在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当中，针对这件事情。当然也要有一些警告，希望有一些调停，希望你们赶快和好，你们不要再吵了。好，于是乎呢，我们就看到美国怎么说了。美国呢，通常在这个以色列有一点这个失去控制的时候，要把它拉回来嘛，对不对？脱缰野马拉回来，但这回拉不回来。美国不断说，我们用外交方案来解决。以色列充耳不闻，没听到。好，然后呢，怎么办呢？美国继续说，我们是可以用外交方案解决的，你不用这个样子，你交给我。然后以色列没听到。好，那除了美国之外呢，你看到英国也说话了，那不可以这个样子的嘛。然后呢，看到了联合国也说话了，联合国说不行，这会造成黎巴嫩的噩梦，不可以让加萨走廊的噩梦在黎巴嫩重演。但是呢，以色列在干嘛？不。好，那你就会看到土耳其也出来讲话啦。
土耳其呢也算是这个一方霸权吧。土耳其就讲了，他说：“你这个不行，你这个会把整个中东全部拖进战争里，你也不想想中东其他国家，以色列来，不，好，然后呢，你又看到了，这个欧盟也讲话了，欧盟说你这样是伤及无辜啊，你有你的这个，你要有你所谓的自卫的权利，但是你不能把那么多无辜的平民全部都因此而无辜受伤啊，甚至有人失去性命。以色列不，好，所以呢，反正人家跟他讲什么，他就是不听。唯一一句话，纳坦雅胡说：我要让真主党完全消失，我要持续的打败真主党。好，所以呢，他说他没有打败真主党的那一天，他就不会停手。所以你现在看到到底谁能够跟他讲上话啊？那怎么办呢？情势如此紧张，美国拉不住他，那怎么办？只好派航母去喽。所以你就看到美国啊，现在增派了兵力到中东地区。本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大约是有4万兵力左右。那最近呢，他就讲了，他说我们会再增派一些兵力到这个地方去，希望不要擦枪走火。现在呢，在中东地区有2艘航母。一个是林肯号，一个呢是杜鲁门号，这应该是非常非常罕见，在同一个区域有2艘美国的航母舰队，你就知道了。美国也知道现在的状况有一点难收拾，所以呢要多一点兵力到那个地方去，希望可以 hold 住现在紧张的情势。好，那以色列到底？你就是都不听人家讲的话，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你是想要统一中东吗？不然你想干嘛呢？现在的以色列其实啊，有这么一说啊，说它其实呢是7面对战，因为你看到了这个现在以色列其实非常辛苦的，他正在跟哈马斯作战呢。那当然呢，哈马斯现在看起来是被以色列打到有点溃败。但是因为时间拖得非常长，所以呢，其实哈马斯呢，在整个加萨走廊的中部还有北部地区，已经开始集结，而且又有一些新血加入哦。那所以呢，现在哈马斯好像又开始要重振旗鼓，所以呢，以色列持续的在对抗哈马斯的同时，挪出手来对付黎巴嫩，对付真主党。所以他说，那你还能够继续作战吗？要不要坐下来谈一谈呢？美国是这么劝他的哦。但是纳坦雅胡就说不，我就是要跟他坚持到底，我要作战到底。以色列是这样说的，他说那叫做以战止战。美国，你不是说可以在谈判桌上来谈吗？好，那我们可以上谈判桌，但是呢，要在我有很多筹码的时候，要在我说话可以很大声的时候，我做谈判桌。所以呢，以色列说我要先打得他叫不敢，我要打得他回家叫妈妈，然后我们上谈判桌，那他就是任我宰割。所以呢，以色列现在的想法是我要以战止战，我要先打得你不得了，然后我再来跟你谈。那到时候当然就是什么都是我说了算。但是呢，美国就觉得不是这样吧？你一定要这样吗？好，那其他国家也都是不认同啊。但是呢，这个纳坦雅胡就没有再管那么多，反正他就觉得我要先打得你，然后呢，我再上谈判桌。好，那现在到底有谁能阻止他啊？现在呢，这个以色列感觉好像就是在中东地区，特别是在加萨走廊这个地方，像疯了一样的，没有人可以拉得住他的。联合国呢，在这个巴勒斯坦他们提出了一份决议啊，那这个决议呢，它是什么内容？他说要求以色列在12个月之内交出他现在非法占领的土地，然后呢就撤出加萨走廊。好，那这份决议呢就放到联合国大会当中，大家投票喽。好，我们来看压倒性的通过，124个国家赞成，43个国家弃权。谁反对这项议案呢？当然以色列反对，美国也反对，总共呢有12个国家反对，但是呢有124个国家赞成，所以这样的一个决议就通过了。好，通过了之后呢，反正以色列反对，美国也反对，那你就可以当做它没有通过好了。好，那于是乎呢，你看联合国都这么多的国际声音，国际上大部分的人大家都是同意。以色列你太过分了，但是他就是现在一副就是怎么样你奈我何，而且呢你这么多的国家的声音在告诉你，你真的很不人道，你太过分。但是呢，你知道在这一次的联合国大会当中，纳坦雅胡他的演说多嚣张，而且他还直接感觉就是给美国难看。
每个国家上去发言的时候都指责以色列，等到以色列纳坦雅胡上去说话的时候，他就巴拉巴拉讲了一大堆，说我为什么要打哈马斯，我为什么要打真主党，我这个叫圣战。然后呢，他说这叫做我为了我的正义而战，我为了我的人民而战。然后最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美国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因为美国呢就在现在，他还给了我一笔87亿美元的军援。听完了之后，所有联合国大会傻眼哎！美国，你不是说你一直叫他驻守吗？不是说什么停火吗？停火来谈，你还给他钱？你给他钱让他去买武器，你给他钱让他去买飞弹，你怎么回事啊你？于是呢，他就觉得拜登你疯了吗？还是你真的老人痴呆？你一方面拉住他，一方面又递飞弹、递钱给他，到底在搞什么鬼啊？但是其实拜登现在应该是迫切的希望纳坦雅胡驻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消息，据说呢，这个拜登打电话给纳坦雅胡，两个人在热线你和我的时候，直接就是对骂了。拜登就说你不要太超过，纳坦雅胡说你管我。好，两个就这样吵来吵去了，根本就是 hold 不住他。那现在呢，这个拜登也是一个头八个大，拜登可能心里的呐喊是说，我都老年痴呆，你能不能放过我？就听我一次，我快要卸任了。最后这几个月的时间，拜登应该非常希望可以通过任何方法，可能神吧，或者是任何方法，希望纳坦雅胡回头是岸。因为呢，现在拜登的一个寄望是，他希望他可以沟通沙特承认这个以色列，然后以色列同意这个两国方案，就让巴勒斯坦可以建国吧。那这样就皆大欢喜，也可以成为这个拜登在他最后任期当中为这个世界做的一件事吧。他如果可以真的成功的让两国方案让以色列承认的话，我觉得他会得诺贝尔和平奖哎。但是现在看起来恐怕真的很困难哎。所以呢，这个拜登现在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焦虑跟愤怒。据说他每天都在骂纳坦雅胡。好，那现在呢，伊朗也要出来了，你打我小老弟哎，你打我这个真主党哎，真主党可是这个伊朗应该是他扶植的最够力的一个组织了哦，几乎什么都给他。所以呢，伊朗真的如果以色列在这么继续压迫真主党的话，你真的难保伊朗会出手哦。于是呢，就讲回来，我们刚刚提到，现在有非常多的以色列的专家，他们正在分析，还有很多国际情势专家的分析，他们认为以色列真的能够支持他现在的七面作战吗？他为什么讲七面作战？当然，他一开始跟哈马斯的作战，这当然是一面。另外，他同时间对北方黎巴嫩的真主党在作战。同时间呢，你看到了他之前以色列呢，他在跟哈马斯对抗的时候，他去炸了伊朗驻黎巴嫩大使馆，你还去惹伊朗干嘛？所以后来不是伊朗气到从伊朗呢就射了一个飞弹，然后呢越过了好多国家，然后要炸你以色列。当然中间是被拦截，但是动作做出来了，你惹伊朗，然后呢你惹了伊朗，就等于你惹到伊朗旁边带的一群小弟，还有谁？也门的青年运动的组织，他不是一天到晚就在那个海上，然后这个给你炸船吗？然后弄得你很烦吗？然后呢，他还惹到了这个伊拉克的伊斯兰反抗军，这也是伊朗带的小弟。所以呢，现在的这个以色列多方作战，然后呢，现在还自己主动出击。哎，你忙不忙啊？有人这样讲哦，他说你打哈马斯真的打得很厉害，超棒，但问题就在于你就是没有办法斩草除根，因为呢，哈马斯本来就是游击队嘛，他现在就持续跟你游击，跟你持久战，所以呢，现在呢，这个以色列还要分心搞定这个哈马斯，但是真主党不是哈马斯，这是非常多的军事专家在警告的以色列的事情。真主党，大家说它叫国中之国，是因为它的实力就仿佛一个国家一般，就很像是一个国家的军队一样的。你不能够说它是一个哈马斯，就是一个组织，就是一个恐怖组织，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层级。所以呢，你有办法打真主党像你打哈马斯那么顺手吗？那么像压死一只蚂蚁一样吗？好像没有办法。那更不要提说真主党的后面是伊朗，伊朗的下面带的一群他的一些支持者。所以呢，到底这次的以色列会不会整个扩大成区域性的战争？美国现在看起来拜登的无能管不住纳坦雅胡，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目前看起来就是 hold 不住，目前看起来就是拉不住纳坦雅胡。那真的会让纳坦雅胡据他所想爆发战争，让他的地位稳固吗？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好，这是今天帮大家准备的中东最新的情势，希望你喜欢喽。我们下回见，拜拜。